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欢迎来宾，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思敏，各位观众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特别来关心到的是，伊朗这一回是踩了以色列的红线吗？原因是他首度的攻击了核设施，又或是外界所称的核武库哦。那么根据伊朗这边的飞弹最新的了解呢，它的射程已经可以冲到4000公里了。今天也会关心到另外一款射程达到3000公里的飞弹，这个是苏马巡弋飞弹在列。而伊朗最新针对以色列的这波攻击，一共是造成了100人受伤哦。伊朗说了，现在包括了伦敦、巴黎都在他们的威胁范围之内，中东战火全面失控。今天一起来做关心，我们要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了。伊朗的新一波的这一个攻击，指导的就是以色列的核心地区，尤其就是以色列的南部城市了。这2个城市包括了阿拉德跟迪莫纳。接连中弹，并且也攻击到它附近城市旁边的核设施，也就是外界也在说这边根本就是核武库吧，等于是说踩到了以色列的红线吗？这一波攻击一共是造成了以色列南部许多人受伤，高达100人受伤。以色列最核心的这个核研究核心区域是可以说是首次被锁定了。其实呢，我们看到针对这一波攻击，以色列的民众到现在还是相当的恐惧哦，他们是这样说的，当时听到了飞弹来袭到爆炸前后非常的快速，不到30秒的时间而已，炸药的威力实在大到他们躲到了安全室里面都还可以感觉到快要被震飞，还有大量的烟雾粉尘瞬间灌进到室内。原先以色列的人是这样说的，他们对战争其实没有太多的感觉的，现在终于开始感觉害怕了，感觉战争就在自己的身边了。我们持续看到针对于伊朗的这一波攻击，以色列军方承认说没有错，我们真的拦不住来自于伊朗的飞弹，而外界包括了以色列的民众也在怀疑说，以色列的铁穹或者是这一些防空系统是否真的出现了问题呢？而外界也认为呢，这一座设施可以说被视为是中东唯一的核武库，只是呢，以色列到目前都没有承认过自己拥有核武。再来看到伊朗的部分了，它是不是有一个飞弹库，而且修复的非常的快速呢？伊朗拥有庞大的地下飞弹城，这来自于 CNN 的报道。即使美国跟以色列不断的空袭摧毁了7成这个飞弹城的这个路口，但是呢，他们伊朗的修复速度是非常快的，48小时内就能够立刻的修复完成，让空袭他们说变成了一场打地鼠式的战争，怎么样打都打不完。而以色列呢，针对伊朗的这一波攻击是立刻展开了报复，针对于伊朗的核设施也做了攻击，包括德黑兰当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这也是来自于媒体的最新消息。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伊朗的飞弹已经打到以色列的核武库的周边了，是在测试核门槛吗？下一步会不会就是这个核心的设施？以色列会不会对伊朗全面开战，尤其是动用核选项吗？杨老师怎么看？伊朗在3月21号针对以色列南部的这2个不是很大的城市进行飞弹的攻击，2枚飞弹。那因为着弹点距离以色列的核子就是等于是核弹的基地大概只有13公里，我觉得是3个意涵第一个，其实它是报复性的还击，因为在这个之前，以色列先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叫纳坦兹的核设施，差点也打到了核设施的主轴。那当然第一时间，联合国的 IAEA 也指责，这就好像在俄乌战争当中那个就是扎波罗热核电厂的一样的道理。但是呢，伊朗的核设施先被攻击之后，伊朗第一时间攻击以色列的核基地，所以这是一个报复性，就表示伊朗还有报复的能力。那这是伊朗一直以来也就是他采取的是，你对我提升到什么层级，我用什么层级来回击你，而且毫不犹豫甚至呢会再扩大一点。
最早的时候是以色列先在3月17号攻打伊朗的南帕尔斯天然气设施，还记得吗？我们在这个节目也谈过。然后在3月18号、19号，伊朗就针对海湾国家的油设施、天然气的设施做回击。以色列海法港口的炼油厂也被打击。然后呢，我们就看到3月1号又再次提高，以色列先打伊朗的核设施纳坦兹，然后呢，伊朗就回敬这个这个叫做迪莫纳跟阿拉德这2个地方，然后也造成将近100个人轻重伤。这第一点，它展现它有打击报复能力。第二点，那就是它也展示了它到现在为止已经是70几波，我都搞不清楚了，还有能够去提升飞弹打击能力，以及新型的飞弹打击这么精准的这个能力。所以就告诉美国，你持续再提升这个相互的攻击的话，我其实还有更大的这个利器在后面。昨天3月22号，伊朗也公布了他们当时发射，就前一天发射这2枚飞弹的那个发射的那个影片大概那个飞弹可能都长达10几公尺。那个影片在媒体上也都显现出来。第3个理由呢，我觉得就很清楚。一直都是在传以色列可不可能会用核弹攻击伊朗。以色列的核子，事实它是一个事实核武国，也就实际上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80年代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可是因为它从来不做核子试爆，它也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约国，所以它没有做过核子试爆。那全世界都知道它有核子武器，多少呢？大概估计至少90颗到400颗之间，多少我们实在是难以想象。对，那但是呢，它也有陆基是发射井还是轨道，我们也不是很清楚。那它也有海基，也有就是空中轰炸的这个能力。所以为什么在海湾阿拉伯国家都会有这个弹道飞弹，中程的弹道飞弹？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发展核武之后呢，他们发展弹道飞弹要用数量的方式来去制衡来去吓阻以色列的核武攻击。这一次，我觉得他也就是伊朗警告以色列，如果你用核武提升了核武的话，我其实知道你的核武的这个发射点，那我也具有打击你核武这个发射点的这个能力。所以这就表示说，其实在这3个层面呢，我觉得伊朗都展现出真打了现在已经第4个礼拜了。第24天了，伊朗仍然还是有打击以色列的核设施，以及精准打击，以及在警告的这个意味。好，针对于以色列对于伊朗的攻击，伊朗也很明显、很清楚的告诉以色列说，除了在飞弹的数量上，伊朗有很足够的数量之外，另外其实射程也是足够远的。我们要来看到刚刚特别提到的以色列说的，他们认为现在伊朗拥有的这个飞弹射程高达了4000公里哦。那其中还有一款叫苏马的，这一款是高达了3000公里，代表伊朗已经跨越到准洲际打击能力了吗？我们也请舰长来带我们看，包括它的命中率、突防能力跟它的弹头威力到什么样的程度？其实我们来看到啊，美国跟以色列不断的在跟伊朗画红线，可是呢，那我请问一下，那个实际上来讲，这个以色列的攻击，它有站在红线之后吗？那这是我们看到的啊，3月17号，其实以色列就已经攻击了伊朗的这个布希尔这个核电厂，而且甚至连国际上都已经帮他们把，如果打坏了它的微主体的话，所可能产生的核辐射，那这个核辐射呢，直接影响的是海湾国家，而不是伊朗本身。当然，伊朗本身也会有了。那至于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核设施的部分呢，那这个核设施呢，的确是以色列的部分。那这以色列的部分之前的核设施，1970年代的时候，其实是法国协助制造的这一个核研究所，但是这一个才是现在的重中之重，这个是新盖的，而且还在制造之中。那我们讲到说有关于现在这个伊朗它的一个打击能力的话，其实也就是它攻击了迪亚哥加西亚岛。迪亚哥加西亚岛其实是在印度洋里面的一个小岛。那以前呢，攻击伊朗都是从这里起来的 B-52或者是 B-2轰炸机。那如果我们来看每日电讯报的时候，那它就会直接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岛其实不大，但是呢，它的这一块有非常完整的一个军事设施。那这一次呢，真正令大家所惊讶的是他打的射程。他打的射程其实距离大概，如果我们从伊朗的南边一直画到迪亚哥加西亚岛的话，是3862公里。那这一个，那也已经超过大家以往的认知。以往大家无论是我们看到这个流星1号、流星2号、流星3号的，以及我们看到这个卡达尔，以及现在之前大家讲的尼什，其实都没有这么远的射程。那这个飞弹呢，大家相信是我们看到这一个。之前大家常常提到的这个霍拉姆沙赫尔的这颗飞弹，这颗飞弹当初告诉大家的是重量1.5吨这么重的黄色炸药，当初讲的射程是2000公里，现在我们看到的接近4000公里，伊朗还有什么没告诉我们的？那这个是大家觉得最为困惑的部分啊。那至于说，其实还有苏马的这种巡弋飞弹。那苏马的巡弋飞弹呢？其实我们讲到弹道飞弹跟巡弋飞弹同时重要，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创造所谓的饱和攻击。那再配上这一个我们讲到的见证者无人机啊，那我们看到的这一个飞弹其实就长得跟战斧巡弋飞弹非常像。如果我们来看它所画射的距离来讲的话，那它也是超过了3000公里，但是它还是打不到迪亚哥加西亚岛。所以其实这一次攻击的不是这个部分，可是最令人惊讶的是，它是不是可以打中迪亚哥加西亚岛嘞？其实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到一颗它是中间失效，另外一颗是美军直接发射标准3型的飞弹拦截。标准3型飞弹拦截是如此啊，也就是它是平行对撞弹道，也就是它不是中途，它不是从中间这样子横的拦截，它也不是尾追，它就是平行对撞。那如果平行对撞的话，那如果我们看到以前美军的测试，这是美军的测试，也就是它都已经即将到达了这一个目标的时候，它才会发射。因为它就近来讲，它的射高在300公里，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一次遇到这一个状况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应该假设它可能有这个直接攻击迪亚哥加西亚岛的能力，而且大家很怀疑说这一个伊朗是不是有这个太空实力，的确是有的啊。我们来看上一任的川普，他那个时候还在用脸书啊，他就直接讲说，美国并没有卷入伊朗塞姆南的1号的这个发射场，这个发射场上面的那个火箭直接引爆。那美国这个时候，川普直接的我们看到这是在2019年8月30日，他直接切割说这跟我们没有关系啊。但是后来这一个火箭成功发射了没？成功发射了。它带着是间谍卫星，我们看到这个间谍卫星叫做海雅姆的这个卫星，我们看到它拍了这一个美国乔治亚州的这个核电厂，它拍的这个解析度，其实跟我们一般看到的星球实验室不相上下。那它的照片也就是这一张啊。那所以我们这样讲，我们现在来看伊朗。其实给了大家太多的惊吓，因为大家不知道原来伊朗这么厉害。好，我们看到其实伊朗的飞弹是来势汹汹，除了刚刚特别看到的数量的优势，还有它的饱和攻击跟它的射程相当的远之外，我们看到这一波的攻击，以色列它的铁穹或者是它的防空系统是拦不住伊朗的，这是以色列自己官方也出来证实的。另外呢，他们想要去打这个伊朗的地下的它的基地飞弹基地，但是现在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48小时内它可以在被攻击之后又快速的修复好，这样看起来像是打地鼠，永远都打不完，谁会先撑不下去？聂老师又怎么看 ？OK， 刚才有讲到说伊朗没有想到会这么厉害，但是我用厉害来形容，我倒不觉得它有多厉害。以全世界的军武来讲，第一名当然是美国，可是当你虚张声势，看起来牌很大，你发觉你的后排，整个的牌是非常小，而且后勤无力的时候呢，虚张声势，你终究呢，最后呢，你牌大声小，最后呢会死得很难看。
因为你用吓人的方式，用欺骗的方式，你会发觉，慢慢的人家会帮你看穿。尤其一个勇敢的人呢，他不会示弱。我现在要讲的，他最主要是，我觉得战法不一样。第一个，我觉得川普打的呢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粗暴的战法，而且是一种传统的方式，一开始就要重击你。这种传统战法呢，你用你昂贵的武器，在短期好像看似会赢，可是你知道这个刚讲到为什么会有地鼠战法、地鼠理论这样的情况发生呢？因为伊朗打的是一个我觉得属于的细腻的战。这个国家文化已经蛮持久，一个波斯帝国到现在2000多年哈，这也是有民主自信心的国家。这个国家地大人多，你要知道，当他的这个所谓的真实要承诺他的真主哈，这个我们叫真实承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精神领袖其实已经去中心化到所有的可领导之人身上的时候，他们只知道一个就是反击。当反击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战术就是。边打边造，你会发觉他后勤实力是够的，因此叫地鼠理论，打下去又跑出来，打下去又跑出来。在这时候，美国慌了。还有一个呢，其实刚刚也讲到，其实伊朗打得非常清楚，他就是一个反击的战术，所以从战略来讲，他边打边造是一个这个叫攻防战略，他的战术是一个就是完全的反击。今天他们打了这个伊朗军事基地，他在反击你军事基地，你打他油田，他在打你油田，打你天然气，他打你天然气。非常清楚的，他已经告诉全世界说，我今天打的就是跟美国相关的或者以前相关的所有的设施或基地。今天其他的国家我完全不想得罪，即便是赫姆斯海峡还没有完全封锁，我现在封锁的就是跟美以有关的，只要来跟我报道有通联的，说你是其他国家能放就放，像中国、印度，他还是有放啊，一天100多艘，他多少每天这样有10艘左右还是放，他会看情况，只要你声音好像要支持美国的，他就要帮你搁住。我觉得他这种。反击战术非常厉害，而且他用了一个智慧的做法，我觉得他是一个细腻战术，不像川普的粗暴，因为他是由小放大。你可以看到，所以由小放大就是说，其实军事实力是不对称，美国强，可是以军武昂贵这么的尖端昂贵的武器去跟伊朗打，你会发觉他一开始用2-3万的无人机。那么的量产的无人机，价钱便宜啊，价低量多，打到你的所谓的铁穹也好，爱国者飞弹也好，所谓的萨德也好，你会发现用几百倍的这个昂贵武器来抵挡它的时候，你会发觉哇，再好的防弹衣打久了就要丢掉，人家便宜的子弹就打到你防弹衣都不够了，所以它铁穹也灰掉。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战术战略，现在伊朗打到人家会怕，所以他由小放大，而且预有了实力。它的后勤补给也够，所以我觉得现在打到最后一个东西叫核。我跟你讲哈，当你去一直威胁他打核的时候，虽然它只有60%的所谓浓缩铀的制造，它打不出核弹。重点，它可以做出一个散布核，让这个核散布，然后影响到你整个以色列，让你也没有办法活得下去。所以呢，你不要惹它的核，它就不会去把它，即便还没有完成熟的核去影响到你。所以如果川普讲了48小时，你再不听话，我就要收复你的时候。这时候伊朗还是不会低头嘛，已经很清楚，这时候世界毁灭。我跟你讲，这所谓的不对称战争，最后输的最惨的还是川普。为什么呢？第一个，军武这个尖端昂贵武器的不对称，这个价值的不对称；第二个，代价的不对称，全球经济受到拖累。他现在要把全球都拖进去，你知道吗？他的北约国家，他的所有的盟友，甚至中东阿拉伯国家都很难相信他了。他甚至要阿拉伯国家所有人来帮他去打，所以他会拖全球下水。这个所谓的国际声誉的。这个所谓的不对称也出现了，这时候伊朗好像越打越有声誉，而这个所谓的美国在全世界不对称打下去，而这个霸主80多年霸主，可能就这时候呢就敲起了霸主的丧钟。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家。